路见不平来相劝，孤身一人训群雄。八卦掌三世名家樊凤兰先生，生于1884年，卒于1967年，享年83周岁。樊凤兰先生是北京人，满族，是八卦掌20名家樊志勇先生的独生女儿。樊凤兰先生自幼受父亲樊志勇先生的熏陶，酷爱传统武术，视武术为珍宝。他聪明好学，刻苦钻研，在父亲的言教下，成为了樊氏八卦掌的全面继承人。在八卦掌门中，尊称樊凤兰先生为樊大姑，她是八卦掌门中女性的佼佼者。她的丈夫王志也是樊志勇先生的得意门生，夫妻二人以务农教拳为生。当年王家园村种的心里美萝卜可是京城的品牌产品。说起樊大姑的功夫，为人所知，还有这么一段往事。有一次，樊大姑到集市口4条去办事儿，在路上她正好看见王家园送菜的车和进城送书记的车顶上了，由于路窄，双方互不相让，就打了起来。送书记的车有5、6辆，他们都是练家子，送菜的也有5、6个人，但是送菜的打不过送书记的。当年樊大姑已经50多岁，见到这场景就上去劝架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卖书记的扭头一看是个妇道人家，就说没你事儿，老太太快滚。樊大姑义正辞严地说，我劝架是应该的，你骂人可不行啊。卖书记的说，你不滚，连你一块揍啊。说着就冲了过来。樊大姑见状，一掌把那人打了出去。旁边几个人一看，哟呵，这老太太还挺厉害，就一块冲了上来，结果都被樊大姑打得东倒西歪。这几个送书记的人不服气，心想不信打不过你一个老婆子，于是又一起围了上来。此时樊大姑急中生智，顺手从他们柴车上抽出一根熟笺当枪用。当时农村割熟秸是用镰刀在熟秸根部割出一个鸭嘴形的斜头，特别尖锐。他们上了一个，樊大姑就用熟笺在他们鼻子上方泥丸宫处划出一个口子。泥丸宫在道家内丹学中是指上丹田，通常指人们头部的一个能量中心。他们过了一个，樊大姑划一个，过了一个划一个，弄得这几位全都破了相。当时就急了，要拿顶车杠过来一起打。过去农村呀，赶大车如果停车卸车的时候，就用胳膊粗的木杠把车辕给支上。樊大姑见状，厉声说道，你们再来我可杵眼睛了啊！不服咱们就试试，别说你们6、7个人，就是你们60、70人也得挨揍。告诉你们，我姓樊，练八卦掌的，是樊老师的姑娘，不服来吧。其实此地离王家园很近，这时来了不少熟人围观，边看边说，这王二老婆打得真漂亮，还没动手呢，这几个就成这样了。那几个送书记的人一听这是樊家的姑奶奶，都惊叹不已，暗自称赞，这樊姑奶奶真了不起。其实这几位送书记的也都是练家子，也都知道樊家功夫的厉害，这会儿全都老实了。他们齐声对樊大姑说，大姑大姑，我们服了，我们服了。樊大姑放下手中的熟笺，对身边送菜的说，咱们是城里的，他们是外来的，让他们先过去。于是这几个送书记的人一边擦脸一边抽打着牲口，匆匆地走了。从此人们也都知道八卦门樊大姑的厉害。据八卦掌名家轶事记载，1944年，郭谷民先生和李子明先生去看樊大姑这位老师姐。那时樊大姑已经60多岁了，
坐在炕沿上，他对李子明先生说：“师弟，可别忘了三穿掌啊！”说着还下地穿了4、5下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劲道十足。练完还转身对2位师弟说：“咱八卦掌这玩意儿可真好使。”樊凤兰先生是八卦掌3式女性的杰出代表，她的主要传人有伊广林、赵志海、王增库、王刚和关门弟子文大生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名家的故事。